什么 iPhone 15的销量比 iPhone 14差，这明明就是一机难求，不是吗？苹果终于推出新的 iPad， 没有，是只有推出新的 Apple Pencil， 很佛心的附上了 USB-C， 但是偷掉了很多东西。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我们很快又有很多新闻来跟大家分享那不管是关于 iPhone 15的销量，还有苹果终于推出了不是 iPad， 但是给 iPad 用的新一代的 Apple Pencil。那还有一个现在讨论度超高，就是新的苹果 MagSafe 行动电源，到底下一代会有什么新的功能在里面？那我们今天就来一并讲这些部分吧。好啦，我们频道终于要将近40万订阅了，然后我们也在想说，这次40万订阅应该做个比较大的活动，应该说送一些东西给长期支持我们的观众。那我们在想要送什么呢？是送 iPhone 15呢，还是你们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说有几个不一样的产品，我们可以分等级来做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活动，算是一个庆祝。那如果你们不想错过这个抽到大奖的机会，就一定要订阅频道，然后帮我们影片按赞，同时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说，你想要抽到的是什么产品。那我们再来一起做整理，然后在我们到40万订阅的时候，我们现在也会非常多支影片，然后慢慢去公布结果。好啦，那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快点留言起来吧。好，那首先一定要先来讲到这个苹果才刚刚发表的 Apple Pencil。那我们本来在期待可能是2代的加强版啊，或者是3代，或是一个全新一代增加很多功能的 Apple Pencil 在里面。那你一开始看到发表的时候，看到它上面有 USB-C 的充电孔在里面，你就觉得哇，没有等到 iPad， 但至少等到这个 USB-C 孔的 Apple Pencil， 哇，真是开心！终于要一改现在使用 Lightning 的那一只 Apple Pencil， 你要有一个转接头，再加转接线才能做配对跟充电，那个真是超天才的方式。苹果这次终于改过，然后给我们一个诚意满满的，不对，你往下滑看到这个价格，发现它比 Apple Pencil 1还要便宜，我就觉得这个不太妙。苹果不会这么佛心给你更多功能的东西，但是价格更便宜吧？仔细一看，果然又是一个用来划分产品线的东西。那你先看它侧面切的那个平角，让你知道说，它有磁力吸附，可以吸附在上面。可是这个单纯就是做收纳而已，它没有办法用磁吸的方式来充电。那没有充电就算了，它同时也不给你用这种磁吸的方式直接配对，就是你都要吸上去了，都做这个东西上去，你为什么不让配对简化一点啊？那本来就是一个无线使用的产品，它还要你再用线的方式再去用配对，这个真的是蛮奇怪的。因为连 AirTag 都可以无线配对，为什么一个笔要这样子？好，那没关系，其他的功能都有，都在就好了吧？怎么可能这么好？它价格毕竟比第一代便宜嘛，一定是要偷掉一些东西。那这个笔触压力感知的部分呢？没有。那再来呢？像先前 Apple Pencil 有这个功能，点2下的这个功能，切换像是其他笔刷或者橡皮擦的这个功能，也一样没有。所以呢，我们期待多年等到的新 Apple Pencil 原来只是一个更阳春的一支，只是换成现在他们所有装置都使用的 USB-C 的充电孔在上面，但是你还是要用有线的方式来配对。那当然我们可以说苹果就是出了一个比较低价的版本给学生直接做笔记使用，那其他这些创作者画画的功能就没有必要这么多在上面，但它要价还是2690元，$79一支。那阉割版的 Apple Pencil 没有磁吸充电快捷键的功能状况下，我们其实有更好的选择，就是 Lenovo。那我会推荐东西给大家，一定是我用过觉得好的。那如果你想要提高 iPad 的工作效率的话， Lenovo 这次推出全新升级的 AX Pro 2， 它的价格只要原厂的1/3，就能拥有一个我原厂最爱的功能，就直接在上面磁吸充电。那不止这一点它还解决了你原厂就是常常想要用笔去拉那个拉杆回到主画面没有办法办到，它上面多了这个多功能按钮，你按一下就能回到主画面，按2下呢就能跳到 App 切换器。那另外呢，它直接在上面就有电量的指示灯，因为你常去使用触控笔的时候，你不太会留意它的电量，可能做笔记画一半画到没电，那它们上面的灯呢就有3段式的电量显示，让你可以随时看到现在的用电状况。那以我个人来用的话， Lenovo X Pro 2跟 Apple Pencil 2上面使用体验真的是差不多。那它书写滑顺流畅，然后倾斜角还有精准度低延迟基本上都一样。那以书写触控来说，真的挑不太出毛病不管是你要做辅助或是精细的拖曳功能也都是 OK。所以就一般人使用上呢， Lenovo 的 X Pro 2基本上都完全够用，也满足大多数人比较能接受的价格。那现在呢，只要输入苹果爹的专属折扣码 DAD100， 到 Lenovo 官网购买的时候，就还有100元的折扣优惠那就苹果要推出自己的 Apple Pencil， 那当然第一方的价格稍微高一点，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可以接受的。那你终于升级到换到了 USB-C 孔，那其实我们想要就是你即使是保留第一代的功能在上面，这样也 OK。那甚至你价格维持一样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推出这个 Apple Pencil 是真的有点可惜。OK， 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一下传闻说苹果要推出的这个新的行动电源。那大家记得苹果先前那一颗 MagSafe 行动电源嘛？那在 iPhone 15全系列改成 USB-C 孔之后，那一款行动电源就下架了。那上一代推出来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时间就有买。那进来的时间也是有长时间再来做测试跟使用它。那比较多的用途是跟其他第三方的行动电源来
来做一个比对。那先说优点啦，我喜欢它的尺寸真的是很轻薄，那还有它跟生态链里面的这个结合性，你直接吸上去就开始充电，它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面显示电量，那甚至是你在插着这个线的时候，它也可以进行回充。但是呢，以一颗不管是说电池或行动电源来说，它真的还是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据说现在第2代就会针对这些地方来改进。第1代我最不喜欢的地方呢，就理论上它 MagSafe 要推出这个整个全系列配件的生态链，但 MagSafe 它的强调就是无线嘛，但是那一台呢，它明明有一个可以无线反向充电给它的方式，但它只有开放给让支援的 iPhone 使用，就代表说你必须要透过 iPhone 插着电来反向帮它充电。那这样2台一起发热，说真的，就2颗电池都不太好。那再来呢，就是它底部的这个线的孔也无法反向的帮其他装置充电，整个用起来感觉就是要非常多的妥协。那现在传言出了这个第2代呢，那当然第一个点就是他们下面的孔会改成 USB Type-C 嘛，那不只是充电孔的更换，它也会让你可以使用这个充电孔用有线的方式给其他装置充电，所以最多可能可以达到1充2的效果。那另一点呢，就是如果你今天要用一个最省效、最节能的方式，就是说你这颗行动电源充满，你想要用满它最多的电量的方式的话，那也是用有线充电，它是一个最不会发热跟最不浪费电的充电方式。那再来呢，就是它的背后也会再支援 MagSafe 的无线充电，可以让它静电。那这一点我觉得超级需要。如果你今天买了一堆 MagSafe 的配件，不管是2合1、3合1啊这些座充啊，或是无线充电板，那你等于这颗行动电源就可以直接放在上面，让它用无线的方式进行充电，甚至啊可能可以2颗行动电源堆叠起来，或者可以1变2，但是这样可能对功耗上的耗能会有点浪费，但是至少你有这样的选择。那这些都是目前传闻出来说下一代的苹果 MagSafe 行动电源会有这些功能在里面。那我自己也蛮期待说，苹果在这一次有机会改版之后，会不会真的把它改成比较好用，还是会像 Apple Pencil 这样子，我们也不知道。好，那下一点呢，就是很多观众现在传这个新闻给我说 iPhone 15的销量比 iPhone 14差，那这个到底是真的假的？明明网络上订购很多人还是一机难求啊，还是在等他们的 iPhone 15 Pro 都等不到。但我刚刚也看一下台湾和美国的网站啦，如果你是要现场去拿的话，其实不管是 iPhone 15 Pro、Pro Max 或是15、15 Plus， 所有的机型很多的容量，有非常多支都是当天甚至是明天就可以取货。那我也问了我在美国的朋友那即使在官网上面有一些机型，你也可能要等到1个月的时间但是如果你调成现场取货的话，也是非常多机型都是可以当天取货。那甚至我朋友也跟我说，在很多电信商啊或苹果商店，你直接走进去都是有现货可以买，而且这个现象是几个礼拜前他就已经跟我讲了，所以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缺货的感觉。但是没有缺货也不代表它卖不好，可能它就是备货量充足，对不对？那至少我自己的感觉好像真的是卖的蛮好，身边很多人都有换机啦。那关于这个新闻是全球不管是台湾的媒体、中国的媒体、美国的媒体都有报道。那你去看里面的内容，它强调其实是在中国的销量 iPhone 15对比 iPhone 14，去年同时间下降了4.5% 左右。那其实关于苹果的东西，不管是卖好卖不好，总是能吸引很多新闻的目光啊，甚至我们现在也会来讲它嘛，对不对？但其实关于这个新闻，我觉得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方式，依照媒体的属性不同，他们的讲法也不同。有人说是因为华为的推出啊，强调很多苹果的销量；那有人说是可能现在中国政府单位有在宣导说不能使用外国手机，或者强制不能使用外国手机的这个政策出来。那其实当中也是众说纷纭，大家有不一样的讲法。那其实说真的啊，今年的经营状况对比去年也不是太好。那我觉得第一要理清的事情就是，到时候如果这一季完毕之后，它的销量总结是不是真的呈现出来的数字比去年差？那同时间我们看到这个竞争的厂商是不是同时间也真的有抢掉一些市场，或者说整体的经济下滑，造成大家的购物欲望没有那么高？那我必须说啊，本身我对华为的手机，或者说它整个生态链并没有太多的研究，毕竟他们那个就是自家的生态链跟自己的系统。以我来说，习惯苹果的生态链，那现在也开始熟悉 Android 的生态链来讲，我认为一个生态链必须要壮大，它还是要可以走出它区域性的限制。那如果今天这个新闻讲到是说 iPhone 15这个比 iPhone 14下跌 4.5% 的销量是全世界性的，那可能还比较好去分析到底原因是什么。但如果单纯在中国市场的话，我觉得它因素也太多。第一就是这个数字是否为真，或是可能更糟可能更好，那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那华为新手机到底它真的出货量实际数量为多少？那长远来说，我也很好奇苹果在这样的氛围下面，他们要怎么去布局，不管是在中国的市场，或者他们未来世界市场要怎么去调整。那我觉得这一些都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细讲，可以另外再来讨论。那其实我会更关注就是这次在欧美国家里面整体销量到底对比去年是如何。所以就很多观众来问我这个新闻的问题，那我觉得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下面一起讨论，就分享你们的看法，对这一则新闻到底 iPhone 如果真的在中国的销量下跌，它的原因你们觉得可能是什么？那都欢迎大家可以留言一起讨论。好，那今天的新闻分享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